开会。对，我觉得可能每次聊天的时候，从第2期开始就会进入状态，听你们聊聊。但一开始的时候会有点那个分心啊，或者是对。那个 Neo 刚才那个话题还有继续想说的吗？你们听懂了就行。我都表达的应该挺清晰的了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可以理解成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拓展了视野，但是说未必你因为打开了这种视野之后，我一定要去做点什么或者改变点什么。对，就像是真相，它只是一个环境光嘛。哦，或者说，明白，就你是很随意的一种心态啊，就是我了解了这个东西，我未必要去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我还是比较那种我自己舒服就好这种感觉。对对对，比较接近你说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嘛，就首先，我觉得还是说那个投射，就不要束缚，与其是说向外求索，还不如向内求索。就是与其是说我想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成为别人眼中的孩子，或者说或者说什么，就是与其说我必须得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或者我必须得就是创业，就是相当于那个上百万融资，或者把它收回来，与其说得通过一个外界的某个标准来证明，我的意义所在，还不如就是向内求索。我觉得就是此时此刻的当下，反正我也可以很容易感觉得到嘛，我到底是说离真理的，就是说离那个就是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如果是说我躺平，或者说怎么样去打游戏，那可能就是说离那个目标要远了一步嘛。但是说如果我就是拿起那个就是软件来试一下，或者说找有一些那个相关的资料啊、教程啊，稍微来摸索啊。来试一下，或者跟有一些朋友来沟通得到了某种启发，那我就可以感觉到我是离那个就是自己的目标更近了一步那就是说你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东西来说明我们拿不到什么，就很多人他就是永远有一种恐惧嘛，就像原来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害怕万一要是我没有拿到学位，那会怎么样？或者说有人他进了一个很安稳的体制，进了外企，他其实无时无刻他也在恐惧当中，他会觉得那我现在之所以拿那么高的工资，那全都是拜我公司所赐，可是我也有那么多的房贷，我前段时间跟那位犹太的那位哥们聊，他说他很多同事嘛，在美国硅谷那边拿那个年薪30万美元。就是你那个是相当于程序员的到天花板了，几乎天花板。但是那些人他无时无刻不在恐惧之中，因为他合同里面他就写了，他可以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第2天就把你辞退，就是不需要任何原因，不需要任何借口加班嘛。就国内的996怎么样，在大湾区的那些工程师他们也是怎么样。但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哪怕是一个人他没有学历，他没有工作。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低人一等他只要是说他在朝着他的一个目标，或者他对得起自己的时间，他在做有意义的事情，那没有任何的外界的那个就是相当于评判会说他比谁低人一等。对，然后反正这是第一个嘛，就是向内求索。然后第2个的话，我对有一些事情会比较看得开，就是比如说我室友嘛，就是你看合租的话，那难免不了有的人他喜欢安静，有的人喜欢那个就是 party 有的人他喜欢干净一些，有的人喜欢随意一些，那我就上善若水任方圆嘛。我遇到什么样的室友，你喜欢干净的，那我就干净你喜欢脏一点的，那就脏一点。或者说我看到有的室友，比如说他那个什么勺子叉子放在那个厨房的池子里面，对吧？我也不会有心里面，我尽量的没有波澜，因为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去跟他说嘛。你跟他说的话，他不一定会怎么样，而且这反正这也是一个旅店，过了一段时间1-2年，那你得搬走嘛，这也不是我那个永久的地方。哪怕是自己买了家，买了房子之后，那也你下一次轮回，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对不对？等你到天上去的时候，等你到上头去的时候，你这也不是你的那个永久的居所，为什么要那么
那么执着于一个旅店呢？或者我说具体点，就是我父母，比如他说的有一些我完全没法接受的话，我尽量的心中不要有波澜。你不要试图去说服他，因为他们都50多岁了，也不好改了嘛，对吧？你也不要去试图去说按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他的那个经验那东西，如果是说按照他的那个经验去做的话，那有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要去试图怎么样，就是就好，就一个字好就行了，好就行了，心里面尽量不要有波澜。包括就是上一次Kevin， 当然这是最后一点了。Kevin 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事情嘛，其实没有必要去跟所有的人去聊。比如我们有一个目标啊，就是我再是举一个例子，然后居然是说我居然确定它是对的话，那就朝着那个目标去走，那就行了。但是如果是说我跟一个朋友去分享我那个目标嘛，我想往那边走，那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嘛。然后那个不一样的意见的话，那其实是一种分析，因为他不了解事情的全貌，他不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当然他也可能是善意，大多数都是善意的嘛，因为他不了解全貌。好，然后我们就得去跟他解释嘛，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好，那解释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是浪费了能量嘛。我这个解释的能量还不如回收起来。我居然相信这个目标是正确的，那与其是跟人说，然后再去跟他解释，那不如把这个能量回收起来。我再离我的目标再进1尺，再进1寸，对吧？那个就是向内求索，对。对，因为我们分享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是自己的事情的话，其实更多的想获得的是对方的一个认同，然后通过这种认同，我们会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其实这本身是有风险的，而且这种认同的话会让人上瘾。总去获得认同的话，你就会享受这种快感，然后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循环。所以网上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一个事情它是以保密的状态下才容易做成，因为你不会去玩那种释放出能量，然后等待别人去反射给你认同你，然后你再回收回来这种比较愉快的游戏它其实是浪费精力的。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不如去完善你这个目标，或者去实践它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们在提前去泄密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是想去享受未来预期它成功的时候那种快感，能明白我那种感觉吗？其实你这等于在提前享受一个没有做成的目标，而且你特别想跟别人去分享的话，其实你就想通过别人那里再获得一份额外的快乐。就你自己偷偷想一想，偷着乐，觉得还不够快乐，然后让别人想跟你一起去乐，其实这本身就是有陷阱的。因为你本身你去实现一个目标，你想获得快感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比较那种有迷惑性的了。因为你完成一个目标获得快感这个事儿在经历一系列过程之后，你才会明白那个目标实现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你提前想象的那个成功的那个快感，其实它是虚幻的，它并不是你真正通过所有的付出之后得到的那个果的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对，但是想象总是美好的嘛，这个也是不剥夺每个人想象的权利嘛，这个也正常，就是不要过多的去跟人去分享。但是我觉得我认可你说的一点，就是你去找一个行业的前辈去跟他讲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寻求一种帮助指引，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高效的，因为他会给你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你要是跟一个外行或者不相关的人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想让别人去认可你而已。有道理。所以说咨询行业前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对，然后同时那个目标的话，有时候如果是说那种像之前我那个就是比特币嘛，不是被骗了很多钱嘛，就是像那种的话，他就骗子他也会告诉你说这东西很挣钱，你不要跟人说，你不需要跟任何朋友说，因为你一说的话，他好像说了一套什么话术来着，
就等你挣到钱了，如果你想报答你的父母，等你最后挣到钱了，你再把那钱打给你父母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现在去跟他说呢？啊，你不需要跟你朋友说，然后好，那这个东西，反正这东西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式吧，就是还是说根据我们自己内心嘛，你会感受到底是分离还是合一，而且有的时候就哪怕是挣到了钱，如果是说那种德不配位的话，那最后也会花走嘛，因为就是相当于那段时间，就是那个我去买那个比特币，所谓比特币的时候，我就会我当时整个人就感觉啊，如果那是真的话，啊，那么一下子1个月的时间，那10万就变成50万，在那个所谓的账面上头，那我这么努力去写代码、搞程序，去拿学位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最后毕业了之后，那工资那也那完全跟这1个月就来40万，那完全没得比啊。没得，那人生还有什么方向呢？还有什么方向？你就有点像抽鸦片的那种感觉。对，况且那还不是真的。对，然后我再讲一个真的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是有个表哥嘛，他是中南大学嘛，然后他的那个就他外公是一位红二代，反正是在湖南的红二代，所以说他分子其实他还没有考上中南大学，但是家里面通过自主招生啊，通过运作啊，哪怕是差了一些分，就给他通过那个什么保送的途径就进去了。好，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呢，大概在23岁左右吧，23岁左右年龄，家里面的人就通过反正相当于政府的一些基金嘛，就给他融资了400万。然后让他那么年轻就管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购物综合体吧，一个超市，亏了血本无归。然后他又想到啊，那我算了，还是回上海去读个研究生吧。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在没有那个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那些挫折啊怎么样的，就是前面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经验的时候，突然来了那么大一笔钱，那其实也不一定能够守得住。不过好在他是投资人的钱。那个还好不是那个家里的人钱，所以说现在也有一句说法，就是说最怕就是富二代雄心勃勃才去创业。我想到那哪怕有时候慢一点点，我通过自己踏实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嘛，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大概哪儿多大的活，然后就是一步一步的那个提升，那稍微好一些。对。喂。Hello， 那个，好，就是你说德不配位这个，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就是每个人对金钱的概念可能不一样吧。有的人他的物欲能强一些，所以说他需要很大的财富，他才会觉得满足和快乐。然后有的人呢，他天生可能物欲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可能比较少的这种财富，他就觉得也挺快乐，也挺满足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个体的差异性是比较大的，我觉得，然后有的人的欲望本身可能就比较强吧，可能做成1个企业、2个企业根本也满足不了他之类的，就这种事情都是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些，就是做得很好的企业，然后不做了，或者说把精力放到做一个更难去实现的梦想，然后那个梦想真的就破灭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老赖了之类的，这种也非常多，可能是过度自信嘛，就是人总是走极端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法去评价吧。那你一个人资产多少个亿，那他也觉得少得可怜，对吧？那咱普通老百姓可能兜里有一点积蓄，那还觉得日子过得也不错，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可比性，就是自己去找到自己的平衡吧。它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然后。哎呀，我感觉我已经回不到这个话题了。哎呀，我总是我聊了太多一些不相干的一些。你给我聊的我已经懵了。就是我说这个真理让人难以接受这个话题吧，其实我就是想，感觉一下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事儿的，或者说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吧。因为我觉得我思考它对我的影响，或者说对于人类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其实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肯定是很难去你拿出来看得见的那种物质层面。我觉得它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就是
因为跟你们之前说的那些文学呀，包括《道德经》啊、庄子啊这些老子的这种思想，我觉得也很类似吧。就是它似乎是在扩大我们一个内心的一个承载，然后心灵的一个空间，然后也就像你有说的那样，是打开了它整个的一个全局观、一个视野。你带着这样的观念和视野，你去生活的话，和没有这样的观念去生活的话，可能会不完全一样。因为我觉得，至少真理实相这个东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标吧。就是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即使这个世界对于你来说已经都毫无意义了啊，任何的东西可能你都看透了、看开了、看破红尘了吧。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真理实相的一种存在状态吧，可以让我们去回归啊，或者说去探索，或者说怎么样神秘的一个事物吧，我们去揭开它的面纱吧，这种感觉，去学习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因为有一些所谓的这种指向真理的一些书籍嘛，或者说这些课程，那你就是带着一种不评判的好奇心，你去了解它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其实，就是像耶稣讲的那样，就是小我的世界吧，就是这个宇宙的物质世界为代表，它在不停地否定真理实相的世界。然后呢，当你去看这些真理实相的相关的书籍啊内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不停地去否定这个我们现在所处于的这个宇宙的世界。他们两者之间呢，似乎是不相容的。这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他们两者之间是在相互消融的。就是你完全活在现实世界的话，真理的世界对于你来说就是非常模糊的，然后被否定也好，或者说被化解掉了。就是它，因为这个世界会让你去忽视那个东西，甚至你这一生你不去思考它，不去学习它都是可以的，它就相当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如果当你去学习真理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在撼动你的存在的根基，就是它会否定你所有存在的基础。所以我说，真理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因为今天肯问我说奇迹课程这个书多厚嘛，我说好几百页对吧，600-700页，700-800页。我说这个东西其实正常人是看不进去的，因为它一直在否定我们所有的根基，我们的一直生下来持有的那些价值观念、那些理念。所以你说这样一个东西它会成为主流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按照他自己来说的话，他是在大约200-300年之后吧，可能逐渐的被这个世人所接受吧。包括就是耶稣佛陀2000年前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到现在很多人很珍视他们。我同事有抄经的这种啊，就是通过抄写经书这种方式让自己心变得静下来啊之类的，就他们会本能的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真的让他去理解的话，其实是很难，他也不会去理解的，他只是就是抄一抄。所以我觉得真理实相这个东西吧，它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讲的节目也是在讲这个东西。但是似乎大家的内心又没有真正去接受它呀，或者说去思考它的这种存在方式。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现在大约的想法。因为如果说就是我跟肯聊的话，就是我会跟他讲，比如说奇迹课程这个学员练习手册，我以前跟他讲过，我说第一课，我说第一课就很冲击，就很吓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就是这样一个内容，我觉得你直接去呈现给大家的话，这个是很难有人会接受的。就你有没有印象第一课的练习内容是什么？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啊，就是第一课讲的就是
就是学员练习的第一课内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啊，此时此地这个地方，我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不具有任何意义的。然后围绕着这一主题，它就展开了一系列的这个 ABCD， 就是让你环顾一周，然后把这个观念用到你看见的每一个事物上，然后告诉你自己，这张桌子不具有任何意义啊，这只手没有意义，这支笔也没有，然后再往远处看，那扇门没有意义啊，那具身体没有意义，那盏灯没有意义啊，那个影子没有意义，就是它这个东西，你乍一看会觉得神神叨叨的哈，觉得挺奇怪的。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就这个东西，它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这个力量可以，我觉得它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自由一些，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它可以某种程度上去驱散我们内心的一些恐惧。就是当你去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所表达的内容是非常有力量，但是又很平和，然后又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神秘感。然后你真的去实践这个课程的时候，你去用这个理念的时候，去真的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内心的感受是变得更舒服一些。就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那种感觉，就当你去开始否定一切存在你眼前事物的这种意义的时候，其实它增加了你内心的那种空间感，就是你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的具象化。其实我能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就你讲的这些东西，它其实跟就是那些修行人讲的，就是比如说道家里面那些人，他们喜欢隐修嘛，就是出世修行嘛，然后它其实就是对入世生活的一个全盘否定嘛。包括像那个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二次元，它其实也是在对三次元的一个否定嘛，就是他们开辟了一个自己新的生活的空间，或者说话语的空间。他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全新的，就像从欧洲到美洲去开辟一个新大陆一样，就是欧洲可能资本已经非常拥挤不堪，然后非常恶性竞争了，然后你到了美洲大陆之后，你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体验，或者说从来没有过的那种释然，那种放松，或者说那种就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那种快乐吧。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属于两个不同的场域，就是类似于二次元，它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圈子，然后三次元呢是三次元的圈子。这两个场域它都从零开始定义了一种生活。就类似于电子游戏里边，比如说很多那种像魔兽世界这种游戏，它的世界观特别的宏大。它其实就是在电脑或者代码里边去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很多人他会觉得现实生活已经让他很痛苦了，或者说他的精神得不到寄托的时候，他就会去到电子游戏的世界里边。电子游戏的世界会让他感觉到快乐，让他感觉到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一种类似的比较，它并不是完全类似啊，就是只是这种感觉。有一种新世界的感觉。对，新世界的感觉。明白。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庐山的那个故事一样，它就是真理的话，它其实是
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这种世界的存在，比如说有二次元的世界，有电子游戏的世界，有这个三次元的世界，也有这个出世的世界或者入世的世界，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这个选择能力范围内去做选择。就比如说你能在二次元的世界里面生活，那也无妨，你如果想这样干也可以。就比如说未来脑机接口实现了，就是人可以上传到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去生活，那肯定也会有很多人去做出一些选择。是的，我觉得哪种选择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在游戏世界里面过得很精彩，收获了很多快乐，他其实那种快乐跟你在现实中收获的快乐，就是它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空间。就很多生活在三维世界的人，他会去劝这些生活在二维世界的人，让他们去回归到现实生活。就包括有很多那个出家的人，他的父母可能会去劝他，让他还俗，让他回归到现实生活。就是这种劝别人的这种行为，他其实他就是认为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比别人生活的世界更高级更好。对，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的意思，这个是主观的。对，这是主观的东西。对，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观点就是，你只能接受你已经存在的那些理念和观念，就是其实我们是很难去接受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所以我一开始跟肯聊的就是，我说其实是学生准备好，老师就出现，并不是说老师把一个学生他怎么样去教导的，实际上他俩是同步存在的，同时出现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或者说一个灵魂吧，他成熟到了那个程度，或者说所谓的进化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找跟自己相匹配的这种内容，这种频率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说谁去劝谁能劝得了的，我觉得其实是做不到的，是一个自发性的一个过程。包括就是说看我们这些视频呢，去每一期都不一样的内容嘛。为什么这一期有的人看得多，那一期有的人看得少？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的喜欢的或者能接受的一些理念不一样，所以他觉得这一期对他来说更感兴趣一些，他就点开了，那这样就会有人数的差别嘛。这也是能理解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不同阶段的东西。如果说非得去分一个级别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同阶段的东西。那你至于说每一个阶段精不精彩，或者说，因为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人说，他说其实啊，你开悟之后吧，你也不会觉得更精彩，你还会怀念之前那种很执着、很纠结的状态啊之类的，也觉得那种挺刺激的，然后之类的意思。现在就是心如止水，然后没有任何波澜嘛，意思也挺无聊的之类的。他讲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自己达到之后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吧。然后我的感受就是，就为什么会有这些作者去写这些书啊，包括所谓的耶稣的一些传讯呢？那他们到底是为了劝我们呢？他们还是说学生准备好了，那老师就得自己出现，不让这些学生没有东西可学？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你说他们去劝导我们吧，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就非得去让一个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去灌输一个他原本没有的一种思想。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同步的。当你达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去接受它。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赌场去玩，那赌场这个东西它存在即合理，对吧？它存在，也有人爱去玩，那么一开始玩的也会感觉很快乐、很刺激啊，有输有赢，对吧？什么都经历过。那么当玩到足够长的时间之后呢，就一定会有人想走出去。就是无论是输也好，赢也好，
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意思了。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玩够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说哦，没啥说，我就说就是翻篇了嘛。对，就是这个游乐场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了，他该玩的都玩了，不该玩的也都玩了，就是他所有的能体验过的，他都体验的，就是说很满足了吧。所以他可能就是想寻求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吧，或者说他就是想单纯的离开这里，因为已经没有新鲜事儿了对他来说。所以对，他可能会选择一种出离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理实相可能就是为这种人去准备的，就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处理这个世间了，只不过他没有办法，没有方法。那么这些所谓的耶稣佛陀这些大师们，那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我可以不劝你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非常想走，我也给你一个方法，我给你一条出路。那你觉得我这个理解是不是还有点逻辑性？就是我只能这么理解了，目前就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存在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只是他们比我们走得更靠前一点，就是更早一些。他就是我觉得写这些东西的人，他肯定就是一个是记录他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历。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帮助到其他人，它也是一种就是幸福嘛，或者说是成就嘛。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人存在这个世界已经很多万年了，我觉得包括现代文明也两三千年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该有的，它应该迟早都有了。就是它可能就像这些讲述真理或者说讲经的这些书，它其实已经堆得浩如烟海了。它其实缺的并不是资料，只是说你缺的是走到那个阶段的人，就是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他是为准备好的人准备的，这个我觉得挺残酷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追求灵性的觉醒啊、开悟啊、断轮回啊、成佛呀之类的，但我自身的感受就是，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追寻的，就是或者说他可能我们可以去加速这个过程，就如果你真的想去提升，你可以本来你的100年时间，你用10年、20年你去完成，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但是你说你让一个完全不想去成佛的人去成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可能性的。这个是不合理的。我觉得就算可能的话，那对这个人也是一种扭曲嘛，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对，就类似于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那种戒网瘾学校，给他把网瘾戒掉，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规手段，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废了。对，确实太极端了。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欲速则不达呀。对，我也认可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自发的，所以佛教它也讲究，就是你要先发愿嘛，你自身要有这个愿望，你才有那些外面的援助嘛，等等等。你要自身没有这个成佛的愿望，那你真的你谁也帮不了你，可能就是再好的东西摆在你面前，它也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一开始的这个发心是缺失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后我们都会回到这个发心呢，或者说你对自身的一个理解上，就是它其实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东西。当你自身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像那个火星任务那个人选择跟外星人，对吧，就去另外一个星球，他其实是已经准备好了，他在地球上已经没有牵挂了，他可以选择这样放手一搏。但是其他的人呢，有家人呢、老婆孩子，就觉得那我肯定不能跟你去，虽然很好奇，但是他是有牵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类似于地球上的这些修行人吧，就当你还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所谓的执着、一个牵挂，某一种愿望没有实现的时候，那这个肯定是让你没有办法真正摆脱这个轮回的这个层次的，因为你内心还是有需求的，对这个世界。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你通过修行也好啊，通过什么自发的这种觉悟啊、顿悟之类的，你真的有一天就是全部都放得下了，那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脱离这个循环，因为，就是因为我从个人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循环其实它是有瑕疵的，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看到它这里面第几课我看一下啊，就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很认可吧，就是你们也可以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他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之前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嘛，对吧？他在这个逻辑下，他引申到就是一个观念，推理出来一个观念，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听到这句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啊？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这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是他这个道理的话，第13课就是无意义的世界令人恐惧。就这句话它肯定是有一个价值判断了，对吧？它直接就是讲，其实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本身不是一个什么太完美的一个事物吧，它其实是令人恐惧的。那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大家自己去就是结合到生活当中吧，或者人生经历当中去感受一下吧。反正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恐惧其实来源于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你的心灵会恐惧啊？恐惧其实它是一个大词儿，它包含所有的负面、焦虑啊、烦恼啊、痛苦啊这些冲突啊，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源自于这个恐惧嘛。然后就是心灵为什么会遭受到这种恐惧的这种伤害？它对于心灵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在影响你。就首先我们认同这个世界，我们认为它是有意义的，然后当你赋予了它意义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给了它一种莫名其妙的权利，它就可以反作用于你。就这是我的理解。这个其实跟那个快乐和痛苦也挺像的，就是当你有一天觉得自己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时候，其实它也说明你将会迎来同等强度的痛苦。有道理。就是我觉得那个纪伯伦他说挺好的，就是说他说快乐，他说痛苦是快乐的容器，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对的，就是享受快乐，那你就得承担痛苦，就是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它是一个共生的东西。就像你说的，当你对这个世界赋予意义、赋予价值的时候，那你可能有一天会遭到它的背叛，你会发现世界是没有意义、是没有价值的。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赋予世界意义这件事情，在我们生下来就看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就没有人会去跟我们提出这个观念，说你可以不去赋予这样东西一个意义啊。我们没有人被这样教导过，对吧？对，我们会理所应当的，就是说等于说是，可能这词儿不恰当哈，就是毫无防备的，我们直接去赋予所有事物对我们的意义。对，就像小时候我们去追求快乐，去追求幸福一样，就是我们不会去想它后面的痛苦，或者说它后面代价，对这些代价的问题，就是我们天生就是喜欢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意义、追求价值。对，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有一种冲击性，它会让你去反思。那确实啊，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去赋予意义的呀。然后你在这种赋予意义当中，你感受到了一种恐惧啊、烦恼啊、焦躁啊、痛苦啊，它就相当于在反噬你一样。
你相当于作茧自缚嘛。对，但是最讨厌的一个点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我们莫名其妙的会感受到恐惧、压力、烦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境界的问题，就是当你经历过很多这种痛苦、压力，然后快乐、幸福，然后这种反复来回的这种经历，它会让一个人意识到这些东西是自己架构的，然后学会去做一些取舍。就是你第一次刚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是会遇到很多坎坷和挫折。我觉得怎么说呢？如果他没有让你感受到这种挫折或者坎坷的时候，我觉得人也不会前进吧。就是你不能说是去责怪他没有给你做这种提醒的义务，就是对，如果他给你提醒了，那你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对，就是似乎这个课题就是这样去设定。对，它就是一个这种没有背景的一个课题。对，然后我们每个人进入这个考场之后吧，都不知道自己身在考场当中。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学生，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是的。然后就在这种随波逐流当中，然后感受情绪的起伏啊，这种，对吧？然后我就觉得，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佛学的一些理论吧，就是他的一些这种人生是苦啊，是无常的观念，我就觉得其实还挺适用的。因为当我们赋予外界意义的时候，这些外界其实不会随着我们的心而去，对吧？运转。它其实会有很多的这种概率嘛。我最近感受就是，其实宇宙就是一个概率游戏嘛。然后这个概率的话，就是让人又爱又恨。你大概率的话会活到多少岁，然后取得什么样的一些人生成就啊、人生价值、一些财富，但是你又会有小概率的翻车，或者遭受意外，或者你非常在意的人事物的莫名其妙的一些。对吧？这种缺失，然后，但是我们又很可怜的去赋予所有这些东西有很大的意义，然后他们又是一个概率的东西。对，就是，所以我们它是一个冒险游戏。对，你说的特别对，就你会觉得，那你自己就是在玩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个痛苦和快乐的游戏。对。就类似于谈恋爱一样，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幸福、特别开心，但是当你有过很多次这种经历，你就会意识到，当你感觉到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将来可能会承受同等强度甚至更甚的痛苦。就是甚至很多人因此就是殉情或者自杀嘛，对不对？是的。对的，你在一起有多快乐，你最后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多难舍嘛，难分。所以，我之前也在思考过，就包括就是父母这方面都是。其实，我们对父母的情感越深，就意味着，直到有一天父母的离去会对我们做那个反作用力就有多大嘛。就是，然后我就在思考，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必然的呀，对不对？那大概率都是必然的嘛。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我再引入一个概念吧，就是其实我们的心灵是不自由的。你再详细讲一讲吧，我不是很理解。就是我一直想引入这个概念啊，因为刚才跟肯在聊嘛，就是因为讲这个电影嘛，我就说这些人到底被剥夺了什么，他们那么的痛苦。其实他们不是被剥夺了生命，他们那么的痛苦。那每天被剥夺生命的人，被自然灾害、地震，对吧？海啸剥夺的人也很多，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他们的痛苦主要是源于，其实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就是这个自由，其实也可以理解成表面上的自由，但是如果深一点的去推的话，其实是心灵的自由。首先是肉体上的不自由，你被人限制住了，你不能想干嘛干嘛，想去哪去哪，这个是生命的第一大痛苦。
对吧？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被肉体上有束缚啊，不管因为任何原因吧，对吧？有可能我们上班太忙了，没有时间休假，想去哪旅游也去不了，这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但这个可能程度轻一些。然后包括行为上的这种没有选择嘛，对吧？你每天吃什么呀，做什么都是被人限制住的。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其实他们这么悲惨痛苦的原因，就是他们首先被剥夺了行为和身体的这种自由，这也是对一个人可以来说最大的一个惩罚，对吧？一个人并不是说挨饿呀，或者说出力啊，这种辛苦啊，他是最痛苦的。实际上他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嘛，所以我们会把一个做了坏事的人给他关起来多少年嘛，作为一种惩罚。然后由此引申之后，我就会发现，那反观我们这些就是正常的人，我们没有犯错被关起来，没有被谁剥削，但是我们其实身体上相对自由，但是我们的心灵其实本质上也不自由，就是因为我们被这些我们赋予出的这些意义全部给拴住了。就当你赋予一件事情多大的一个重要性的时候，实际就是你和他之间在你们的心灵或者是精神层次上拴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锁链，那就意味着那件事物如果就是你说我就说你跟一个事物去绑定的时候，你的自由就减少了嘛。对，或者说几乎就是没有自由了。因为如果你跟他完全捆绑之后，你完全受他影响，那么他的存亡好坏或者所有的可能性都意味着你跟着一起去承担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说我好痛苦啊，我好抑郁啊，我好焦虑啊之类的。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往大了说，就是你赋予了太多东西的意义，往小了说，就是你跟太多的这种事物有捆绑。那么当你绑了多了之后，你就是属于一种没有自由自我的一个状态，你完全被你的所有的外面这些东西给控制住了。因为刚刚肯举那个例子嘛，就说一个很成功的人其实他很焦虑，因为他把他的名和利、财富这些东西看着就是他的生命的根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距离问题，就是不管是跟人还是跟这些社会身份，就是距离才会产生美，懂吧？就是很多人他把跟人，比如说他跟他女朋友，或者说他跟他父母的这种处关系的这种距离拉得太近，他这种美就形成不了了，他反而成了一种痛苦了，就是包括我们跟身边的这些事物去定义它的意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给它下的定义就是跟你的生命是做捆绑的，就是你们之间的距离拉得特别特别近的，那么它就会影响到你，反而就类似于我们看一幅风景画的一样，就是我们远一点看很美，但是近了看就是马赛克，你懂吧？对，我觉得人和这个世界去互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把控你跟每一个对象的距离，就是你得去对好焦，就像我们去拍照一样，就是一定要聚焦。如果你不聚焦，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聚焦位置，那拍出来就是模糊不清的，然后你也完全就是欣赏不到它的美。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在一个恰当的距离，你既能感受到它的美，然后但又不会被它受到太多的负面影响，就是就跟我们吃饭一样，就是如果你能够把控好你的食量，那可能你吃出来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很完美的身材，但如果你吃的太少或太多，你就可能就是瘦骨嶙峋，或者说是特别肥胖，这是一个程度的一个把控问题，我觉得。明白。就是这个度首先肯定是很难把控的，对，不会有那么多的胖子和瘦子。这个东西是需要你去经历过这种，比如说你
经历过很多失败之后，你才能去掌握这个度的，不可能说是你完全没有去经历过，然后你就知道你该吃多少。对，就是也是需要你付出一些勇气去跟他互动。你需要你在经历过这种痛苦的经历之后，你不气馁不放弃，然后仍然愿意再次跟他去做链接。就是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谈一次恋爱受了伤之后，他就再也不谈恋爱了。但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是你这样相当于是放弃了自己就是很美好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去接受这些失败，然后去从这些失败当中去学习怎么去把控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或者人与物之间的距离，或者我们跟这些功名利禄啊，或者说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去赋予它多大的意义，这都是相通的。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勇敢的去接触他们，去链接他们，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接受到很多的负面的一些后果，比如说我做投资然后负债累累，可能都想要轻生了，都有可能。但就是坏就坏在就是很多人他失败了之后他就一蹶不振了，他就可能放弃了，对，他放弃了他可以拥有美好的这个方面，比如说财富啊，很多人他不去追求财富了，然后转向去其他的领域。我觉得其实也没问题，只是说他其实是可以选择的，就是你不选择的话，这个生活或者人生的意义它就没有那么多了，或者说没有那么没那么精彩了，没有那么精彩了。但其实如果你完全不在意，其实也可以这样去做选择。只是我觉得从一个寻常人的角度去讲的话，可能就是生活的面的话，我觉得是也不说越多越好，只是说很多寻常的面，我觉得是普通人都能感受到很多美好和幸福的东西，是值得追求的。是的，就不要轻易去放弃一个可能性。对，不要去轻易放弃一个可能性。确实是这样。就是你说的这些让我想到的，就是在现实生活去应用这些很高深的一些理论吧。然后太傻天书他给出的一个法门嘛，就是一句话嘛，他说的就是理解一切，接受一切嘛。就并不是说我们因为恐惧这个世界，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每天都把自己藏起来，对吧？不接触这个社会，而是他给出一种比较豁达的一种胸怀吧，就是你尝试着去理解一切和接受一切。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核心法门嘛，就他觉得这个对你是心灵是有很大的提升和好处的。我就跟你说的这个意思差不多，就是我们该做还得做，但是要接受所有的结果。对，就是我们需要从痛苦和失败中振作起来吧，就是不要被它打倒了。对，就还是要保持心灵的力量嘛，我们不要去过度的去黑化，或者说消极嘛，负能量这种就完全的消极放弃，认为世界上没有好人，没有好事，我完全是倒霉的之类的，就是过于极端的，其实也是不客观的。对，就我觉得能做到理解和接受，其实就境界已经很高了。就是我做了，但是事不如人愿，对吧？结果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也接受。我觉得我们普通人能做到的极致也就不过如此了。能接受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爱的状态吧，就是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恐惧。就是你恐惧就是在比较和分别当中嘛，对吧？就后悔这个呀，又怀疑那个。但是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一种微笑面对人生的感觉吧，就是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对吧？我觉得就是你能接受的越多，就是你的可能性越多吧。那你觉得就是说我刚刚说的这个无意义的世界？
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